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我们来讲出装到底要怎么摆、怎么出，要如何选择装备，以及身为一个玩家要如何适应改版更新。那我跟大家一样，也是个一般玩家，也需要花时间适应新版本。尤其是这次改版调整的内容非常多，加上我正职的工作越来越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也来不及继续维持着每周的更新了。那为了照顾这些在出装上还在迷茫的玩家们，我决定做一期出装教学，让大家知道我都是怎么来推荐出装给大家的，在任何版本适用，任何 MOBA 类型的游戏也都是差不多的观念。也希望那种询问请问什么英雄要怎么出装之类的留言，在从此之后能够少一点，或是版本已经过时的出装，大家可以自己发现并更改。那我身为一个 Mobile Legends 的玩家，我是觉得在众多的5v5竞技游戏里，无尽对决算是在平衡上下最多功夫的其中一款，每个英雄都会让他有出场的价值，无论新旧，只要不小心弄个让所有玩家都觉得不合理，游戏官方很快就会做出调整。而且我觉得官方也把不合理的条件设定的相当的完善，这点我认为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基于这点，大家必须要知道，所有的教学内容和玩法以及出装都有可能会因为一点点的调整或更动，就必须要去更改修正。也顺便解释了大家常常发现的，看我视频上出装有问题不正确，或是现今版本的出装和我影片的推荐出装是不一样的状况，所以我这边特别出一部教学，告诉大家怎么安排出装。先举个例子，像这次新赛季扎斯克一技能的虫子被取消与攻速的关联性，我们来看这边有个改版资讯，这边清楚的写到了这个改动所以每次的改版资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至少要把自己会玩的角色看完理解完毕。那像我的话是会花时间完整看完的。话说回来，对于扎斯克而言，之前大家会摆的天堂之羽、风雨者就通通都不好用了。再举个例子，例如神乐，我们看到这一排简单的更动说明，仅仅是这样一点点的数值改动，就代表着我们把神圣晶石越早出来，就越能体现出神乐在大招时秒人的统治力。那如果是先出别的效果装备的话，例如天才法杖、灼热之杖，会让常使用的一技能消耗能力更强，但大招的伤害加的就不如先买神圣晶石来得多。这次改动的泽维尔的大招也是如此，就看自己如何去抉择。那制定出装其实非常重要，而且其实我跟大家比起来更可怜，因为我几乎所有英雄都可能会玩到，所以每次改版我都会把全英雄的出装改掉，常玩的英雄就会设不止第一排，原因我再慢慢来讲解。那我这边先讲第一种懒人法，就是直接点高手出装，但是千万不要照用，这是我们在没有事先摆好出装时，已经在游戏中选好了角色的时候，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来这样使用的。因为在游戏中我们目前是无法自己摆出装做设定的，但透过这个方法，我们就可以在选角的时候设好出装，临时紧急的时候就在高手出装这上头选一个自己最喜好的出装来用。再来就是制定摆放出装的懒人法，我们可以点荧幕右上方的这个小图示进入之后右上方选英雄的属性，我们直接看世界排行的玩家都怎么摆放，肯定有它的道理在，参考一下都摆了什么样的装备，建议从第1名往下看到20名左右都不一样的话，可以继续往下参考，再去想一下大部分摆一样装备的人是为什么原因要摆什么装备。缺点就是在刚改版的时候，通常上面还会是旧的出装，因为他们排行榜上的人要在改版后再玩一场，排行榜上的出装才会被更新为新版本的正确出装。这个情况通常在改版后一小段时间之后就会正常了。那现在我录这部视频的时间点离改版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们看上面出装都是比较已经符合现在的新版本了。那我这部教学
学的用意就是要让大家能在改版后的第一时间能安排上最正确的出装。再来的方法就是上影视平台搜寻，由于这个游戏在非华人圈比较火，所以我这边示范在油管搜寻打上 Global， 时间线要选择在改版之后，每个不同平台都会有这些筛选功能，然后稍微看一下怎么玩，有些影片会直接帮忙标示出装，甚至是做在封面，那没有的话，通常在影片最后都有结算画面，也能看到出装。也不要只参考一部视频，多找几部看看，再自己做个总结，然后再到游戏内制定摆上自己喜欢的出装。放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到训练场去做测试，可以随意调整等级、调整装备。现在在训练场也能帮木桩购买装备，可以测试自己买了什么装备，伤害会比较好之类的，非常方便。缺点就是要花很多时间，然后要注意的是，不要用统计木桩来测试以生命百分比来计算伤害的技能和装备，例如猎魔巨剑和这次的新装备照院弹灯，因为统计木桩的血量太多，会变成因为是百分比计算所造成高伤害的假象。很多网络上的教学跟短视频会用这个统计木桩来骗伤害，误导大众，这点大家一定要知道，才不会被骗。那训练场的好处就是可以慢慢的看数值，我们点右边的这个箭头，然后上方有两栏，一栏是技能介绍，另一栏是角色的数值。我们在这边就可以清楚看到防御、跑速、血量等等，全部都非常清楚。那我们看到这边这么多数值，大家必须要知道，其中2个是有上限的。第一个是攻击速度，最高只会到 3.00， 要再更快的话，只有装备的石头棍棒跟战场技能的振奋，所以攻速装备不要放超过，否则就会变成没有收益。这就是需要摆放多少攻速装备的由来。若是有腐蚀战镰或天堂之雨这2件装备是可以叠攻速的，我们就可以先买了，然后一边打开再点开数值栏来看。注意看数值栏是在我点击打开的当下的数值，所以可以叠满50%，再透过这个方式打开看，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要出多少攻速装是最好的了。第二个是冷却缩减，最高只有 40%， 买了附魔法器会变成最高能到 45%， 多买了多配置了也是不会再增加此属性的数值的，即可得知该搭配什么装备和徽记。当然攻速和减七滴也都不是说一定得叠满的，只要够用就好，达到自己喜欢的综合手感最为重要。毕竟一场游戏最多也只能买6件装备，一定要有一些取舍。而且在一场正常的游戏里，常常都是只出3到4件大装备就差不多结束比赛了。能有买到满6件装备的体验，其实并不会到太多。星星分数越高，能够满装的场次也会随之减少。那其他的数值目前都是没有上限的，也没有那么多装备可以给我们叠。但虽然是没有上限，可是魔法防御和物理防御这2个防御属性，在叠到差不多250之后，就会大幅减少其堆叠防御数值的效益。我们看到防御数值后面都会有一个趴数，防御越高之后，再继续叠防御属性给的减免趴数也会越来越少。由此可知，防御不用叠得太夸张，选对需要的装备效果会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常常提到，只要是玩坦克，都是看情况、看敌方英雄阵容来决定出什么装备的原因了。也由此可得知，要为自己安排什么出装会有最佳的坦度。其他没上限的数值看爽就好，就是越高越好，不用担心叠过头，因为再怎么叠，也就只有这些装备而已。除非哪天官方改了什么，那么也都会公告，大家再自行调整时序就可以了。再来，我们先回到英雄技能介绍，我们先用刚才前面说的神乐来当例子。大家看到每个伤害技能后面都有一个刮胡趴数到趴数这个东西，那我们都称之为技能系数，是靠什么属性来增加攻击力，都会写在这边清清楚楚的。然后我们再看到英雄这边左上方有一个英雄调整，可以点进去看。像这次的神乐加强了大招吃魔法攻击力的系数，从 145% 提升到现在是高达 170%。通常来说，系数吃得越高，就代表装备叠加攻击力会越有效果。我们可以理解为，买了一件100点魔攻的装备的话，就可以为这个大招增加基础攻击力，再加170点
点的伤害。我们看神乐的攻击系数几乎都超过100%，伤害比较低的也有70%。那我就会建议早点堆叠魔法攻击力，早点把神圣晶石给出来。至于基准的话，我会建议以70%为基准，比70%高，我就会建议堆叠攻击力；比较低的话，我就会建议先堆叠有效果的装备会更有效益。所以以此为基础，我们再看一下高手出装，就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神乐都有摆神圣晶石，甚至我们看到有人是把神圣晶石摆在很前面就要出的，那肯定就是有注意到改动的玩家。而且我觉得之后的神乐排行榜玩家应该会越来越多把神圣晶石的出装摆放往前挪动，不然之前因为是最贵的装备，通常都是摆在最后一个才出的。比较多人摆放的方法通常是没有什么问题，也通常是最好的玩法。不过像这种刚改版的英雄，很多都是旧的出装，而且大家也没怎么去思考，所以大家必须要知道机制之后，能够自己安排出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边就示范一下怎么样来参考，就是一个个点开看。大家看前面到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是把神圣晶石放在最后一个了，而且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这个排名，它甚至是把神圣晶石摆在第2格啊。像我的话，肯定也会这样摆的。然后我们换来看古尔德这边一样，我们点进来看技能后面的刮胡系数，我们看到只有1技能是超过我说的70%的，其他都低于70%，甚至2技能只有16%，也就是说出100点的魔法攻击力只会增加基础伤害，再加16点的攻击力，那么堆叠攻击力的效益就会比较低。所以我们看到高手出装这边就会很少人摆放神圣晶石，就算要摆也不会像神乐那样摆在前面，所以就会看到大部分都是出一些效果类型的装备，例如减 CD 让自己的招式能更频繁释放，冰杖则是缓速敌人让招式更容易瞄准，伤害则是灼热之杖、照愿弹灯，这2件就是属于效果类型的伤害。所以如果是我来摆古尔德出装的话，我就会这么摆，是不是就跟高手出装还有世界排行差不多呢？至于穿透属性就跟系数比较没有关系了，收益是差不多的，差别在于敌人的防御高不高，敌人的防御越高就越需要穿透属性的装备，所以我们通常都会把魔法圣剑或是魔灵的咆哮摆在出装里面，但通常不会摆放在最前面，因为在初期通常敌人的防御不会很高，小型固定数值的穿透会更有效益，尤其是对非坦克类型的敌人更有伤害效益。例如魔法的是天才法杖、奥数之靴，也就是俗称的法穿鞋，物理的有七海八祖、狩猎之极。再来我们看一下这次被改版的奥利来说，我们这边看一下英雄调整，帮大家抓一下重点，大家也可以参考我都是怎么抓重点的。来看到这边，被动伤害变成攻击特效不可暴击，意味着我们先前奥利的教学视频出装是推荐暴击装的，所以就变得不适合了。一技能从吃物理攻击力的减伤效果变成固定数值，代表不需要再为了一技能来去堆叠攻击力来为自己增加减少伤害的属性了。2技能会增加伤害，但是不会加攻速了，意味着我们需要自己出攻速装了。大招的特效是加自己的普攻特效攻击力，意味着我们更需要更高的攻速来触发普攻特效来打伤害。爆率被砍掉变成穿透，和被动的跟动一样，就是叫我们不准再玩暴击装了。然后我们再回头看到2技能的技能系数从120%变成70%。再想一下我刚才说的，以70%为基础来决定要不要堆叠攻击力啊，刚刚好是在这上面，所以要不要叠我觉得都可以。而且物理攻击力是比魔法攻击力更有效益的，因为包含普通攻击通通也是物理伤害，所以我们奥利要出绝望刀锋也可以，但绝对不会放在前面就出。然后我们稍微说一下新装备跟一些例子，魔能枪适合大部分的射手，但有一些持续作战的战士也可以，就例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奥利或是贝恩、利奥摩德，其实都是可以考虑的。所以我现在奥利的新出装会这么摆，让大家参考一下。再来看天罚利刃，我觉得这是打野或是收割角在用的，很容易一套下去让敌人残血又常常收不掉的这种尴尬情况的角色，而且要出的话最好是能够第一把就出的角色会比较适合。建议的角色有剑锋、卡琳娜、凡妮、准、玛莎、阿鲁卡多、尤朵拉、
娜塔莉亚、罗杰、莱斯利，其实还挺多的，我就不再举例。其中剑锋是完美搭配，尤其是剑锋的一技能圈圈够大，可以很远就能造成伤害，而不小心刮死人会非常爽。所以距离很远就能造成伤害的也通常会适合，但天罚利刃的伤害在大后期除了打坦克之外，也许就没有绝望刀锋强了，尤其是还得看自己有没有死过。所以我现在剑锋的出装会摆这样：天罚利刃第一个出，然后大后期满装的话是可以考虑换掉的。寒冬王冠则是自己斟酌着看对局有没有需要来出，像这种属于非必要但又常常会需要的装备，我都会把它摆在主要6格后面的备用装备，在需要的时候才在对局内手动把它给出来。破碎流年现在多了血量，很适合大招有点长但又强力依靠大招的英雄，游走位或是坦克控制类型的英雄出会比较实用，毕竟没什么伤害特效，而且只加血量没防御的话，其实并不会让自己肉太多的，就是看上去好像很多数值，但其实用起来就只是减大招的 CD。 跟刚才的寒冬王冠其实也会给人这种感觉，就是为了那2秒，不建议输出型英雄在前期出这2件装备，会没有伤害。命运课中血少回血，魔少回魔，打人还会为自己加防，感觉上就是适合艾斯美拉达、人马海洛斯这类的，但跟刚才一样，魔攻加很少，也没攻击特效，是件抓痒装备。照院弹灯就把它理解成魔法型的猎魔巨剑就可以了，适合多段伤害的法术，例如古尔德、嫦娥、吉米、纽特，也可以理解成攻速快，适合猎魔巨剑的物理英雄，触发普攻特效的意思是一样的。雷霆腰带现在有加移动速度，还可以叠防御，其实有些角色的技能是可以算普攻的，打出去可以直接叠，我觉得会非常适合，例如巴当、麦西塔尔还有洛丽塔，我也觉得是蛮好叠的。不然我是觉得大部分的角色其实是挺难叠成的，有时候不如老老实实的出个正常的防御装备，不然以雷霆腰带来说，它的基础防御实在是太低了。曙光铠甲对应爆发暴击流角色时的最佳选择，但其实没什么好解说的。不过顺带一提，有些召唤物是可以吃到装备被动效果的，一样会让他们的召唤物变得很耐。例如凡克莎娜的大招扎斯克的虫子，这边顺便让大家看一下吃到装备效果的虫子有多恐怖。不过曙光铠甲是看不出来，要被打才知道。那我们看诅咒头盔买下去之后，马上虫子也能烧人了，所以我现在玩扎斯克其实会配个曙光铠甲在最后一件的，虫子也会跟着硬起来。再举个例子，守护者之盔的效果依然存在，看看这个虫子正在回血呢，出反甲也能反弹物理普攻。不知道有没有人玩过扎斯克出肉，其实超级烦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英雄不是只有一种玩法的由来。一个英雄有可能有很多种不同属性，买不同装备，玩起来就会有不同的体验，非常有趣。再来，我们话题回来装备，女王之翼现在残血的时候会获得减伤之外，还能再减额外2秒的 CD 时间，适合在会战中有本钱拼命跟需要凑减 CD 属性的角色，例如利奥摩德、阿鲁卡多、路比还有拉普类似这种的。再来，徽记的搭配非常吃重我们当下的场次是打什么位置，或是开场前想玩什么属性，超级缺魔力绝对是通用徽记莫属，需要血量坦度就是坦克徽记，需要技能吸血就是战士徽记，需要攻速普攻吸血就拿射手徽记，所以重点是徽记的属性，而不是徽记的名称。举个例子，例如子龙，他虽然是战士，但是战士徽记对他来说没有半点毛用，射手徽记会更适合子龙，就是这个意思。然后重要的来了，需要强力魔攻就法师徽记，但是注意法师徽记有 5% 的减 CD 可以搭配出装，这在前面有提到，我们就可以去搭配装备的减 CD 属性。需要更多的跑速或者是 10% 的减 CD， 也可以考虑辅助徽记。当然有补血护盾效果的英雄来使用会更契合，要注意不要配到超过上限会没有收益。至于欠缺跑速的，就拿刺客徽记。以目前来说，刺客徽记非常万用，因为现在唯一有跑速又有攻击力的也只有刺客徽记了。再来战场技能也可以看出装跟英雄属性来搭配。举个影响最大的例子来说，若是我们选了个奶爸带了辅助徽记，那我们战场技能如果带治愈之拳的话，也有增强的效果，装备的绿洲之瓶也会随之
增强，所以必放。游走鞋的眷顾也是补血，一样也会增强。那游走鞋若是附魔隐匿的话，中间的小徽记也可以考虑重整旗鼓，让战场技能跟主动技能的 CD 都可以变短。若是不出隐匿鞋，出鼓舞帮队友加攻速，那我们徽记还是带着重整旗鼓进入游戏的话，就可以考虑出个寒冬王冠，就可以频繁的拿来作为战术的使用。所以若是不打算出寒冬王冠，也不想出隐匿鞋，中间就不要拿重整旗鼓，可以换别的，例如野河之主增强自己跑图的能力，坚韧之躯增加自己前期血量少的时候的坦度。再来这边我们拿这次的新英雄逐星来配个装备，给大家举个例子。那任何英雄其实都一样，我们要配装备之前，我们要先仔细看他的被动跟技能。通常来说，一个英雄的被动对于配装尤其重要。那这边看逐星的被动的意思，就是会在没放技能的时候会自动回魔，然后二技能是主要的控制手段跟持续输出，按住的时候会持续消耗魔力，但是被动又限制了魔法上限的成长，又因为魔法上限是直接影响到我们二技能可以持续放多久的关键，所以我们逐星配装重点就在于魔法上限。而我们现在拥有魔法上限的装备就是命运刻钟、统一圣盾、闪电权杖，就从这上面来着手。然后一技能 CD 又久，系数又低，肯定没伤害，就是给自己加速用的。大招 CD 也有点久，但持续伤害的系数也只有 20%， 算是很低的，所以就可以由此得知，堆叠魔法伤害不能为逐星带来很好的效益。拿一技能来说，我们出100点的魔法攻击力，放一技能打到敌人，也只会增加我们原有伤害再多30点的魔法伤害而已。所以以我前面讲的概念，想要有伤害的话，就是要搭配有效果的装备是最适合的。那再看到大招的 CD 是有点久的，如果想要大招 CD 快一点的话，可以考虑堆叠一下减 CD 的属性。但我们如果出减 CD， 对二技能是没有帮助的，而且装备有限，加上前面说的能满装的场子其实不多，所以我们更应该考虑到游戏前中期的手感来做出装摆放的考虑。那逐星二技能的持久释放是更为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把命运刻钟放作第一件的大装，而且我实战的时候觉得光个命运刻钟还是不够持久，所以紧接着再出统御圣盾，还有加跑速，而且我们可以在开场的时候就直接先出蓝水晶，提高魔法上限。这样的话，我们开场见面就能够让对方觉得我很持久。然后买完魔法上限的2个蓝水晶之后，再来出鞋子，毕竟跑速对逐星也挺重要的。没跑速也很难把二技能一直贴着敌人，所以鞋子和徽记就需要稍微搭配一下。因为逐星还是有点缺魔法回复能力的，所以要么出魔能鞋，不然就出通用徽记来回魔，来保证前中期比较不会因为没魔而把敌人给放走。出魔能鞋的好处就是可以带刺客徽记增加跑速，或是带法师徽记让自己在前期更痛一些。而出通用徽记的好处，则是可以让我们有选择鞋子效果的空间，可以做魔防或物防的克制，或是想要痛一点出法穿鞋也行，甚至说想要让大招 CD 别那么久，稍微快一点，那我们就带 CD 鞋也可以的。话说回来，跑速很重要，是我们在二技能持续释放时能够贴到敌人的关键，所以摆统御圣盾也是因为它有跑速加成，然后再出灼热之杖加跑速。那这2装备虽然都是减治疗的效果，但其实是不一样的。统御圣盾是被打到才会对敌方造成减治疗的效果，灼热之杖则是打别人会有效果，所以其实是并不重叠浪费的。然后再摆上召愿弹灯，概念就是给再高的魔法攻击力效益也不大，出有效果伤害的装备，对于 70% 以下加成伤害的技能在效益上会比较好，灼热之杖也是如此。最后一件没特别，我会出闪电权杖，再加魔法上限，可以让二技能更持久，加速效果也可以让逐星看起来更像一个花痴，更容易黏着想要黏的人，但现实却没有这么美好。这是最后一件装备，常常可能出不到，所以是没有差的。所以闪电权杖是摆在最后面，然后右边2格是说我们有摆放的话，在商店里面就会出现在推荐装备栏上，我们要购买的话也会比较方便。而我装备是放了女武神，因为我的出装并没有摆任何的魔法防御，常常会因为了要针对敌人的法师，很有可能会需要购买。另外，若是需要克制像准这种很烦的物理刺客，我装备再放个寒冬王冠，这么一来，我们在游戏中就
可以很方便的找到这些可能会临时需要购买客制类型的装备了。而我们若是另外购买了客制类型的装备的话，我们就会把最后一件我们前面第6件摆的闪电权杖给盖掉。所以出装摆放最重要就要摆前面，越不重要的就摆越后面。那小徽记第一个的话就放灵巧，因为就是跑速的重要性嘛。第2个小徽记则是更吃重于打什么位置出什么装备。第3个则是想要回魔伤害就带不解怒火，想加强自己兑现回血的能力也可以考虑无畏重击，这些都是看个人喜好了。那这样我们就终于把一个英雄的出装给配好了。再来比较麻烦的是坦克类型的英雄，因为常常都需要为了克制敌人而出装，所以我会建议常玩的坦克一定要把3排的备战方案都给设好。第1排摆最常可能用到的，第2排摆个只注重物防的，第3排摆个只注重魔防的。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让我们在开场或是战斗中可以为自己带来很多方便，而且我们在游戏中也是可以把战斗方案打开来做更换的。换了之后，我们第1栏的推荐出装也会直接改变成自己设定的样子。然后我的话是会习惯把功能性的客制出装放后面一点，有需要再在游戏中打开商店点这个优先购买。习惯开商店点的话，是可以把魔防类都往后摆在最后，因为坦克大部分离不开统御圣盾的，所以物防可以先摆在前面会比较方便。习惯这样出装的话，在游戏中也更能给上更正确的克制性出装。再来还有一种比较麻烦的，也是在不是打5排的排位时比较方便的选角，有些角色很万用，可以打很多不同的位置。当我们在楼上先选时，又怕楼下不补位的时候，常常就可能会用到。举几个例子，像巴特兹就可以打经验路，可以打野；然后熊猫阿凯的话，可以打游走位，也可以打打野，还可以打经验路。迪亚斯的话，则是可以打野，也可以打经验路。甚至如果边路是法师，不对，应该是说法术攻击属性的角色，结果最后缺个中路，我们也可以选迪亚斯打中路。就例如哈里斯也是可以打中路，可以打野，或是打金币路也是蛮常见的。那说了这么多，就是因为打不同的位置，出装徽记就会有所不同。我们如果玩这些多个位置的功能角色，也得把他们的出装都给设一设，游戏中就会变得很方便，就再也不会害怕因为没设定出装而出错装备了。那这边我用可以打多个位置的金刚神加多朵卡加来当例子，它可以打游走位，也可以打经验路，甚至打野也打得很快。只是通常路人不会让我们拿金刚神去打野，除非5楼剩下打野位队友没得抢了，或者是5排打套路，不会有路人来乱。所以为此我就会把金刚神的出装3个方案都给设好，所以我们一个设来做游走来使用。毕竟金刚神通常都是当坦克，也会比较常用到，设个保证肉到敌人都不想碰我们，主打就是一个肉到不行。那这边这个战场技能看我是放反击的，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在选角完毕的准备时间是可以手动调整的，所以徽记和战场技能比较可以随便一点，在最后的准备时间可以赶快看敌方阵容来更换其他的来做应对措施。再来第2排设打线，有时候可能选了要游走，结果队友又选了只能打辅助的奶爸之类的，结果搞一个被强迫去打经验路，但是经验路必须稍微有点消耗能力跟恢复能力，才能在线上清兵占取优势。所以我这边会变成第1件大装备摆卓尔之杖，然后出寒冬王冠跟复活甲，先出让敌人就会觉得很头痛，根本杀不死我们。最后2件再看情况出防装或者是攻击装备也可以的。然后因为有出寒冬王冠，所以我中间就很喜欢带重整旗鼓，我刚才有讲过。最后一样带不解怒火，因为对金刚来说可以回血，又能给上趴数的伤害。以目前来说，对线会比较强势，不再带无畏重击了，因为无畏重击的回血能力现在已经变成只对英雄生效，打人打兵也没有伤害加成，效益略差。因为金刚是没有蓝条的，会变成回血。那战场技能就暂时放冲锋，方便追击脑冲逃跑。然后再次提醒，切记是暂放，排位中最后的时间可以更换。当然打匹配的话就没办法了，因为看
看不到对手选了什么鬼东西。再来第3排，我放了打野用的出装，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用金刚神打野，虽然可能是几乎没有办法用到的，就是看我们家游走位可能是很脆的刺客，或者是辅助类型的时候，整个队伍都很软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来打野，或是搭配个特殊玩法，游走选个泰格，中路选个烛心，控制一大堆没有绝就无解的阵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打野清野怪的速度跟跑线支援的能力，而不是承受伤害的能力。那我就会摆上跑速的徽记啊，增加打野伤害魔族克星，然后装备再摆鞋子，再摆灼热之杖，为了清野的效率。然后我们第3个摆诅咒头盔，然后我们开场就可以买小鞋子，之后就先打开商店选诅咒头盔的小剑吃了精华，这样我们打野速度就会飞快，然后后面再照着点，就会顺着把鞋子出了，再出灼热之杖，这样我们的跑速就起来了。再继续照着点，就会把诅咒头盔出来。对于打野跟资源上的要求数值不就都有了吗？那打野为什么没出雷霆腰带？因为打野对到的英雄的机会也比较少，所以虽然它有跑速，但是当我们在打野位的时候，还是其他的防装效益会更好。那打野的话，通常会更注重一些攻击力，所以我摆了3件的法术攻击装，浴血活鱼加跑速护盾，魔法圣剑法穿让一技能烧更痛，神圣晶石进一步增加魔法攻击力。然后大家看金刚神的技能系数，尤其是大招是加300%，也就是说100的魔法攻击力就会让大招变成基础伤害再加300的伤害，出攻击力的效益非常好。那大招跳到敌人就会像一颗核弹一样夸张，所以出装的可行性就是建立在技能系数上的，但有时候不一定会那么顺畅，所以备用装备就放了2个防装，来方便自己在不得已来做应对措施的时候，可以帮自己在手动选择购买装备的速度更快一些。然后法术攻击装摆在后面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于金刚神来说其实比较没有那么特别的重要，在我们手动购买其他装备之后，后面的装备就会被叠掉了，所以安排出装的顺序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刚才金刚神身上讲了这么多，就是为什么有一些角色需要把3个出装方案都给设好的原因了，而且这些角色拥有多种不同的玩法。那另外还有一种是可能可以玩多种流派，但是不一定是不同路啊，我就直接拿扎斯克来当例子。那我们一样先看高手出装，已经改版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第一个这个官方推荐是没有改的，还是旧版的出装。前面已经有提到一技能的虫子已经和攻速没有关联性了，所以不要再出天堂之语了。往下拉是不是看几乎大家都拔掉了呢？那这边大部分人都是堆叠魔法攻击力的，而且通常在前面就会出灼热之杖，原因就是虫子的技能系数吃的比较低的关系，只有2技能吃的比较多。那这边先看我摆的第2排出装方案，也就是排行榜上常见的方案之一，先堆叠装备效果才放神圣晶石，但因为回魔能力还差了一点点，所以在装备上摆个能回魔的装备在后面。我们可以在前期先出1个或2个魔法项链，或者是把碧蓝光刃先给出来，不要占到2格。然后我们看到后面的小点点备用装备，我有放了天罚利刃，这个用意就是这件装备不是每一场都适合出的，我们可以看情况先买鞋子，然后回魔项链之后，我们再看看是不是顺风还是怎么样，适合出的话我们就把它点出来先出了。一样，若是我们有出的话，我们就会把刚才最后一件安排的出装给叠掉了。然后如果我们有出的话，最后满装之后，我们有死过层数没有很高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天罚利刃给卖掉，换成其他帮助更大的装备或者是防装都可以。这样子的话，我们购买装备的顺序就会非常的流畅。但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觉得世界排行的出装用的不习惯，那我们也可以去思考英雄的技能和装备上会有什么效果关联。前面有说到扎斯克的虫子可以获得装备效果，虫子更能继承本体的血量跟防御，点满甚至是继承了80%，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出血量或肉装，一样也可以继承，那虫子就会变得非常的肉。那在我们自行安排出装的时候，我们也要追求个真相，还是必须要去训练场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效果。不过现在比较麻烦的是看不到召唤物的防御，那没关系，真的想知道的话就请朋友制定游戏帮
帮忙做测试也行。然后这边我就发现女武神就没有效果，没有圆圆紫色的光圈，所以不要出女武神。想对魔防的话，就出圣能光甲。然后我们看这反甲刀锋护甲也能给敌人造成反弹，让敌人想打小虫子赚钱会开始怀疑人生。所以我第一排出装的思路就是因为我觉得虫子实在太软了，稍微肉一点也能帮队友扛塔，而且大招现在不需要小虫子的位置就能指定地点伸出来开喷了。但前期又 CD 太久，所以我前面放了个破碎流年，让自己前期支援时能够确保有大招可以用，然后再放灼热之杖来骗伤害啊！我又很喜欢帮队友扛伤害，所以再出个寒冬王冠，顺便也能让自己被抓的时候可能可以节省一下大招，然后再出魔法圣剑，提升伤害打坦克的能力，然后最后继续要出攻击，我们可以考虑照院弹灯，或者是像我这边预设是摆个曙光铠甲，因为是血最多的防装，可以为小虫子加最多血量，也能让虫子不被秒杀，自己待在里面就像防空洞一样舒适。一样提醒大家，这个只是出装预设，那我们在游戏中也是要看情况，是不是要换成其他克制敌人的装备。但我这第一排出装其实是有个缺点的，我并没有放上任何的回魔装备，所以要是跟我一样这样放的话，我们可以开场先买个魔法项链垫挡一下也是可以的，后期再把魔法项链卖掉就可以了。或是觉得这样实在是太麻烦了，需要去控制魔力的使用量，那我们可以一开始买魔能鞋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其实杂师课中后期之后都不是很缺魔力的，没事不要一直乱按2技能的话都是很够用的。但我觉得很够用，不代表其他人会觉得很够用，而且可能也会觉得非常麻烦，所以出装上面就是要这样子稍微思考一下，安排一下。然后因为我有出寒冬王冠，所以回击中间我就带重整旗鼓，这些都是效益上的选择。我们要配装就是看英雄的技能属性，还有吃的技能系数来决定的，所以才会有出装没有一定对错的说法，但事实上还是有对错的，就是在于我们选择的出装对角色到底有没有效果。然后还有一点还没有讲到的就是吸血的配置啊，吸血有分2种，技能跟普攻啊，技能吸血比较困难一点啊。我们先讲物理的话就很简单，就是物理普攻吸血，只要是普通攻击打出来的红字都是会有效果的，所以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奇葩，类似艾斯特斯还是决绝之类的出物理装备加普攻吸血，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但也不是说它真的没有问题，而是在这个游戏机制上，它的设定就是可以这么做的。那另外一种技能吸血就比较麻烦一点，因为技能吸血是有系数的，并且很多角色在技能介绍并没有清楚标示。那不要紧，这边告诉大家，大部分的技能吸血的系数就是50%，也就是说吸的不多啊，通常要搭配战士徽记或是多个技能吸血的装备来叠加才吸得到血，或是有大范围伤害可以一次打多个目标的话，也能起到不错的效果。那这边我们拿天鹅来作为例子，像我其实很喜欢把奥黛塔玩作技能吸血型的，战士徽记加巨能之力跟冰杖会变得反打能力爆表，玩起来的手感和一般打爆发是不一样的，然后常常可以让对面刺客吃瘪，尤其是自身残血的时候啊，然后在人群中大招一开，有保命的护盾又瞬间满血，其实还蛮好玩的。那我这边再讲个题外话，虽然排行榜上面没有奥黛塔这样出装，但相信我，假设我这样出装打上世界排行前5名就好，就会马上很快就会有人跟风了，因为我们以前就这么做过了好几次，然后1半以上的玩家就这么学着了。当然我只是举例，并不是说我们之前是打奥黛塔的啦。然后我们再看基克洛普斯的2技能，上面就清楚的写了技能吸血的系数是125%，所以这个英雄的特色就是打消耗和技能吸血，大招就没有写技能吸血的系数，这点是比较头痛的。就像是我们在看到尤利恩这边也是完全没有写的啊。之前我在我尤利恩的教学中，我印象我有提到尤利恩2技能的技能吸血系数很高啊，那个大招的2技能啊，不过后来是被砍了很多啊，正确多少我也不知道，因为上面都没有标记啊。但是尤利恩现在的2技能的大招对他来说还是一样是他能吸到最多血的技能。那所有的技能只要没有被特别标注说这个是算为普攻的话，都是可以拥有技能吸血的效果的，上面没有写系数也可以吸。就这点来说是比较难在没有实战过的状况下啊，安排出装上说决定要不要
放技能吸血的，变成是至少也要在训练场或是实战上试试看，才知道哪个角色搭配技能吸血到底好不好用，才知道我们要不要在出装方案上放巨能之力啊，还是百战神斧，有什么技能吸血还是混合吸血的装备。好了，那最后总结一下，安排出装的方法就是第一个参考世界排行，然后第二个参考大神的视频，第三个看技能系数，然后想爬分的话，则是还需要注意改版资讯，至少自己常玩的角色要看好，至少不要说自己玩的角色被改了，还在用旧的，然后用不适合的出装。再来就是想当大神的话，就要跟我一样，至少把每个英雄的特色都给记下来，我们才能够做出应对措施。所有的改版资讯都要看，才不会被弄得莫名其妙，也才知道要如何配合队友。那这期的内容有点多，也有点枯燥，至少我自己在打稿的时候就睡着了好几次了。而且这些东西很有可能很多观众都早就知道了，但是我还是决定花时间整理一下，把这期做出来给大家。毕竟还是有很多人整天在问出装嘛，那就希望这一期的内容对大家有帮助啦。好了，那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了，感谢大家收看，我是小雨，我们就下期再见喽。The flame. Maniac!